第4节，成为心理咨询师，迎来第一个抑郁患者。苏娜只有13岁，却已陷入中度抑郁。这个美丽、犀利又充满脆弱的女孩，令张文京回想到了自己的少年抑郁期。这会让她更容易走入苏娜的内心吗？苏娜的家庭很明显对她缺乏基本的保护和关注，这样的孩子往往具备超前的能力，但是外强中干，内心敏感，防御性高，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。我也不想强逼她快速地配合我。我告诉苏娜，如果她不想跟我说话，今天可以先回去，书带着看，下次来的时候再带来就好。她说，你这里很安静，你也让人舒服，我喜欢在这儿看书，你可以陪我聊聊这本书。我接受了他的提议，因为在心理咨询中，让来访者接受咨询师这个人，比咨询师本身会多少个流派的技术，或者有多高超的技艺重要得多。和苏娜的第一次见面，我们一起读同一本书，讨论各自对哲学的见解，还有一些对生活的感悟。我觉得那次是个不错的开始。之后苏娜都会如约来找我，我们相处的还算愉快，会聊很多东西，虽然她仍旧不太愿意跟我说太多的心里话，但很明显我们的关系渐渐开始深入起来。有一次她还是如约来咨询室找我，我问她要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看书。她说，我爸爸说这几次都没什么进展，你一定是骗钱的，这次不太想让我来的。但我现在想要配合治疗，你要把我治好。我觉得在你这里比在家舒服多了。他总是把这要不是我的孩子该多好写在脸上，我真的很烦。我知道这父女俩的思想不在一个频道里很久了，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支持，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儿。对于苏娜随便聊的提议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我也预感到这次咨询会有关键性的进展。咨询师有时候呢，要像一条敏锐的猎犬，要从来访者讲述的字里行间中找到线索。尤其对于这种阻抗很强烈、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来说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我赶紧抓住这一个打开心门的契机。在你准备好让我帮助你之前，我不会强制性的去治疗你，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愿随便聊聊。比如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想要只猫，纯黑色的猫。为什么？我妈妈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都坐在窗台上看着天空想她。有一天，我在同学家看到一只黑猫，跟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窗台上看天空。猫咪的侧脸很好看。我去抱起那只猫咪的时候，那只并不亲近人的猫咪没有抗拒我，反而在我的怀里蹭来蹭去。我觉得猫咪跟我一样，也有很多没人能懂的心情，也有太多事情需要自己处理，一样孤单。所有人都不懂我，但那只猫能懂。可我不能把同学的猫带回家，就和父亲商量也养只猫，但他不准，还用很难听的话说我。可是几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忘不了那只猫。你知道吗？妈妈走的时候，是我第一个发现的。我自己从兴趣班回来，看到妈妈在卧室躺着，以为她午睡没起来，就走过去想要叫醒她，然后就看到她割腕了。她手腕上的伤口特别深。我妈是医生，她知道怎么准确地下刀子。我看到她躺在血泊里，好多好多血，已经凝固了。
我用手戳了一下，好像果冻一样。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没有妈妈了，整个人都懵懵的。后来家人来了，带走了妈妈。再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说小孩子去火葬场和坟地太晦气，不让我去。所以我不知道妈妈被烧成灰之前有没有被打扮好，也不知道她埋在哪儿。后来我的成绩一落千丈，妈妈以前对我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，考不好会又打又骂，我也总是很努力地考第1名。忽然没人逼我了，我就失去了动力。我还想着，也许我成绩变差了，妈妈着急了，就会在梦里打我骂我。可惜做差生做了这么多年，我妈从来没给我托过梦。她可能真的不要我了。我自暴自弃，我爸只是觉得没面子，并不真正关心我的痛苦。所以我真的很想要一只黑猫，我想它会比我爸懂我。苏娜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看上去很累。她端起杯子喝水，呼吸声变得很重。等她平静下来以后，我说也许我可以送给她一只黑猫。苏娜却犹豫了一下。不用了，会被我爸扔掉的。他害怕猫身上有细菌、寄生虫，对我不好。其实他对我才最不好。我有些累了，该回去了。说实话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咨询师可以帮到我。苏娜跟我要了一面化妆镜，确定自己的表情恢复成了自己刚进来时的冷漠后，对我轻轻鞠了一个躬，说了一声老师再见，就走了出去。苏娜走后，我开始写咨询报告。我的判断是对的，这是一次关键的会面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前几个咨询师知道了她的困扰之后，并没有什么办法帮助她，也就讲讲道理，让她多为父亲着想。苏娜其实并不是不关心她的父亲，只是这孩子自身难保，也实在没有再为别人着想的能力。苏娜说，那些人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。经过这几次的会面，我强烈地感受到，苏娜一方面觉得没人能帮她，另一方面又很迫切地希望有个人来帮她。她迟迟不配合治疗，一直在沟通中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我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。而苏娜在她的父亲想换掉我的时候，选择了不离开我，并且暴露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这表示他开始相信我可以帮助他，开始对我抱有希望，这是很珍贵的希望。之后我和苏娜又持续了1个月的治疗，她也越来越配合我，状态开始好转，逐渐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接受母亲的离去和父亲带来的压迫感，逐渐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认知和规划。这个时候我发现，无论我们在咨询室里面做了多少事情，苏娜的症状得到怎样的缓解，但因为她的父亲没有做出改变，还总是起到反作用，所以就会把好不容易有点开心的苏娜再次拉回到抑郁的状态里。苏娜的抑郁症还是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一切正常，发作的时候会在凌晨自残。我的咨询陷入卡顿，